好，接下來看到中國大陸一出手，56家美企它都要作為制裁。上游卡的現在看起來是美國，但是其實我們今天也會更關心到的是整體來看，卡的是上游的美國，但是影響的是中游的日本的軍工整個被供應鏈給連坐給拖垮了，包括的整個日本的製造業體系當中的企業，像是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信越化學，現在全線承壓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制裁壓力。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歡迎觀眾朋友留言一樣的，如果您認為中國大陸這一波針對於美國的制裁會間接的對於日本的企業重創，留言寫1；如果你認為還不至於的話，或者是還要持續做觀察，留言寫2，一起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這一場中美日的科技軍工競賽持續的升溫，因為呢最新消息來自於路透社的一個報道，中國現在制裁的對象是來到了美國。22日，它正式啟動了這一波反制動作。我們要來看到是將56家的美企納入管制名單當中，還有46家的美企是禁止參與中國的政府採購的。好，這當中還有2家企業，但是重點是這些企業裡面其實都大部分跟軍工有關，還有呢是有稀土的生產商也一起的被列入在制裁的名單當中。表面上看起來是中國大陸對於美國的制裁，但是現在說呢，真正受到衝擊的是供應鏈在中斷的這個日本。為什麼這樣說？我們先來看一下對於美國的衝擊。首先，因為這幾天我們一直在講大陸在培育它的這個人工鑽石的部分。好，人工鑽石，中國大陸現在掌握度大約是落在98%，擁有98%的培育鑽石但是呢，我們現在看到呢，如果說它對於美國掐緊的話，會嚴重的衝擊美國在航空業跟它的國防領域的一個發展都是需要的。而美國目前呢，剩下的庫存竟然是只剩下2個月到3個月的時間，它就沒有辦法去發展它的軍工了。再來看到的是对美國的制裁，我們剛剛說嘛，也會直接衝擊到的是日本廠商，因為呢，大陸限制洛克希德馬丁的發展的同時，尤其是我們看到的 F-35它呢其實是包括了雷達呀、電機呀、隱身塗材料等等，都會需要用到這些稀土的，高度依賴中國大陸的稀土跟重金屬等等的。現在對它制裁來說，三菱重工也就是長期跟洛克希德馬丁的合作的這個日本廠商，當然也會一起受到影響了。再來就是俄烏戰爭當中需要用到大量的愛國者飛彈，本來是由雷神授權給三菱重工去做生產的，那現在呢，我們看到呢，它一樣在中國大陸的制裁之下，三菱重工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再來看到是越性化學了，它因為被暫停了它的磁鐵的一個訂單，所以由政府出資，他們現在說呢，乾脆日本自己建一個稀土的提煉廠好了，而且這是18年來第一次接下來預估是在2028年會自己來做投產，但是產線真的有辦法這麼快速的跟上嗎？這也是畫下等號的。再來看到的是大陸的商務部最新公布的，將參與提升日本軍工實力的20家的日本企業列入在實體的管制名單當中了。好，這當中包括了有川崎重工、三菱造船、三菱重工等等。那確實我們看到日本高達99%的這種重稀土仍然是依賴中國的，而中國現在還在強化建立所謂的這種稀土的高校，包括這當中有40所以上都是做稀土實驗室，11所的高校，還有呢，每一年可以培育500位以上的相關的稀土的人才。好，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來請教大使怎麼看。大陸一方面掌握了高達98%的這種工業級的培育鑽石，那我們看到美軍的庫存，如果對它一掐就完了，因為它現在庫存只剩下2到3個月，鑽石竟然可以成為一個卡點嗎？那再來就是說，中國卡美國為什麼會影響到這個日本的企業受到重擊？當中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等，大使怎麼看？這個工業鑽石事實上中國大陸佔全球的生產超過90%，而且90%都在河南省生產，所以這個是一個隱形冠軍，現在已經不是隱形了。那為什麼工業鑽石這麼重要？工業鑽石有2個特性在整個工業生產裡，第一個，它號稱叫工業牙齒，為什麼叫工業牙齒？因為它是在切削
你在做任何工業，從初切削到最精密的切削，甚至芯片的切削，都要用到工業鑽石，所以它切削很厲害。第二個研磨，你在磨的時候哈，精密的研磨也是要工業鑽石，因為鑽石是最硬的一種物質嘛。对，工業鑽石最。還有一個就是深鑽，你很多啊，比如說你要鑽孔，你要鑽很深，它那個鑽頭上都是工業鑽石，因為它的硬度強。所以就变成它是工業牙齒，你很多產業你沒有這個工業牙齒，你是做不出來的。包括現在的芯片，它在最精密的這個研磨的部分啊，也是要靠工業鑽石。所以呢，這個在軍火工業、精密的工業，還有這些這個芯片的製造業裡面都非常非常重要，不可或缺。另外一個工業鑽石還有一個這個它俗稱它叫散熱王牌，它散熱性非常好，就是說鑽石如果運用到這個工業裡面不管是成品或者製作過程鑽石的散熱是一般像這個銅很多金屬的是6到7倍，所以呢要控制溫度，在製造的時候你要用到很多的工業鑽石，尤其在芯片裡面。那所以現在的 AI 的高效能芯片它的降溫的這些裡面少不了工業鑽石，所以這2樣東西讓這個工業鑽石現在這樣，就是說美國、日本、歐洲都開始怎麼樣，又跟那個稀土一樣，又瑟瑟發抖，那個東西不提供你了，你的很多生產線你就要停頓了而且很多都是非常精密的生產，那所以就變成這個中國大陸除了稀土以外，現在大家又發覺，哎呦，鑽石也被中國大陸拿在手裡面。那這個製造的技術也不是一天而成的，而是長時間的鑽研那麼有今天中國大陸對全球市場的掌握，9成，所以這個就變成就是說，要跟中國大陸玩硬的話。你先要搞清楚，你稀土能不能自給自足？現在又加一點，你工業鑽石你自己造不造出來？造不出来的話，你就少惹中國大陸，就這樣子。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中國一方面它是對美國做制裁，但是直接也影響到了、重挫到了日本的廠商，還有包括日本的製造業。那像這個又怎麼看？講到這個鑽石，我還是要講一下我所知道中國大陸為什麼能夠做這種工業鑽石跟人造鑽石。早年都知道鑽石，都天然鑽石嘛，我們都知道南非很多東西，然後底比斯，然後一顆永流傳，那這都是猶太人手上掌握的。可是人造鑽石就是在幾十年前，就中國大陸河南一些老鄉就覺得，喲，鑽石那麼貴，可不可以用人造來做？所以在整個高溫高壓，因為就碳嘛。所以都真的是从土八路慢慢做起來，一開始先做出了所謂的這個人造鋯石，就是裝飾用的，它硬度沒有那麼多，大概8.5而已，但是漂漂亮亮的，掃到全世界賣，結果後來就被這個全世界的鑽石商抵制。後來這個河南老鄉沒辦法，就把原先的這個發展技術開始做工業鑽石，所以工業鑽石就是硬度到10。就如同剛剛大師講的，不過有很多的用途，它整個就是這樣子發展出來。所以為什麼在河南什麼許昌一些奇奇怪怪的這種鄉下地方，原因在此很有趣。跟中國大陸很多東西，其實說它也是民間野蠻生長之後長出了一個規模。但是現在這件事情，我們想說，在眼前當下影響性，首先它就是被列為在中國大陸在今年2026年1月的時候，對於包括日本以及全世界當中的這種所謂的這個軍民材料制裁的1005項其中之一，叫做超硬材料。當時大家都沒有想到這超硬材料是什麼挖溝，結果後來發現其實就是工業鑽石，而且其實這種它是控制非常嚴格哦，一直到川習會。一開始大家就覺得，這大概沒什麼吧，也沒有人產業甚至產業新聞都沒有注意到。但是在川習會的時候，美國已經知道了，所以美國希望能夠放鬆。所以據說川習會之後對美國有放鬆一點點，但對日本是完全絕對的管制。那現在其實想說，對日本來說，真的日本是這樣子，鑽石剛剛除了大師講的部分切割，另外它的這個鑽探，比如說大的前盾。去挖那個大捷運那個大洞或者這種亞呂莊布江隧道裡面都是這種工業碎鑽石，才能把那個泥巴跟岩石把它啃下來。另外就是加工還有光學，艾斯摩爾的它的現在的光刻機裡面有很多鑽石，因為鑽石所有切割它有折射，
所以現在這個折射當中，光學運用以及剛剛講到的散熱，我們講石墨烯不是現在很多商品嗎？就是這種碳的部分都是能夠散熱最好的。所以我們現在來看因為它就是要高溫高壓的環境，就像做稀土一樣，也就是高溫跟高污染化學，所以這都不是一般人現在能做的。所以這就是中國大陸現在絕對領先，而且它現在變成在這個管制上來講，真的又掐住。现在真的是一如稀土之外，為什麼最近就會討論這個事情？它就是對現在包括軍工業，美國跟日本的軍工業、半導體產業最關鍵的部分，真的是掐脖子。所以現在除了稀土跟鑽石，還有沒有別的呢？肯定一定有的。我覺得後面一定會陸陸續續被爆出來。好，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那日本有了最新的反制動作我們前面都是看到中国大陸對於日本的制裁，這一件事情有沒有跟這個中國對日本的制裁有關係呢？因為日本政府已經宣布了，從7月份開始，調漲入境簽證費，最高漲到現行的5倍，這是第一個。第二件事情，日本對於中國跟台灣來課反傾銷，是針對於鋼鐵產品，那中國稅率最高高達了45%，幹哥怎麼看？我覺得日本是在自尋死路，你知道為什麼嗎？日本在2010年那時候釣魚台事件的時候，他們就突然醒過來說，中國的供應鏈已經不安全了，不穩當了，因為它可以鎖我啊，它可以鎖我的喉，所以日本那時候就趕快開始發展，就說我們一定要從外面，尤其是重稀土，輕稀土還沒有那麼要緊，重稀土非常要緊啊，鎵、鍺像這樣子的鋰、鋅、乙，像這樣，我跟你講，那都是國防工業最重要的，所以他們早就在10年前就開始了。可是我跟你講，就跟你講一個最直接的例子，你知道日本找到了，美國幫他找的，澳洲找了一個公司叫 Lynas 公司，他們可以去提煉高純度的鋰、鋅還有乙，你知道，國防工業非常需要這個。結果你知道 Lynas 經過10年的努力，他現在他說我們已經達到99.5%的純度了，99.5%哎，不是很高嗎？結果日本這些大企業，這個住友重工，他們都講，對不起，我們要99.7%。我現在來告訴各位，中國大陸的純度是到多少？它的精度到多少？大陸已經達到99.9%，99.9%只有4N 級的，他們還有個6N 級的。是99.9999%，這已經快要比鑽石還要精密了，對不对？為什麼中國做得到？幾十年的精煉成果，所以連澳洲這個 Lynas 這個商人他都做不到，所以日本他必須要在這上面投降。再講到 F-35戰機，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不是只有在亞洲，在全世界唯一認證只有一家能夠幫我們修戰鬥機。那一家叫什麼？叫三菱重工，其他沒有，絕無分號。除了我們本公司，除了我們在這個就是美國本土的公司有這個維修的能量之外，全世界只有第2個地方可以幫我們修的，就是三菱重工。只有日本能修，其他通通不行，是唯一認證合法合格的。你知道為什麼？因為它的雷達、它的電機和它的就是隱形的材料，那個塗層，這些秘密也只有日本可以知道，其他人通通不能知道。在這種情況之下，雷達要用的鎵和那個鍺這2種非常重要的元素，現在中國就是不賣你，我不賣你就是不賣你，你怎麼辦？所以日本他現在還是要回頭去求美國，那求美国，美國自己本身都覺得他非常的局促不安的，所以。他就曉得說，像這樣子的情況，你還要對什麼？對中國遊客入境簽證啊，實施簽證費，還要說，哎，中國你那個賣我們那個冷壓鋼鐵太低價了，低價競爭已經壓垮我們日本自己本身的本土的冷壓鋼鐵的技術跟企業，這樣不行，抽重稅，最高要45%，你不是要自尋死路嗎？到底要怎麼樣，你才能夠得到中國對你網開一面？就是高市早苗，你一定要道歉才能夠解決。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